算算時間，穿越至今已有18年了。睡夢中竟魂穿小說，幸好我熟讀全本，又觉醒了金手指，從此踏上盲人劍圣之路。不过盲人的生活也太難了，流落街頭，舉步維艱啊！還好遇到了我現在的老婆，雖然是個赘婿，盲目3年終於有獎勵了。恭喜宿主獲得仙級獎勵時空劍意。必須低調，還為天下無敵。老爺，您沒事吧？奴婢方才聽見動靜，您受傷了嗎？東方家族不愧是村裡最有錢的人家，就連丫鬟都養得嬌嫩水靈。老爺，不准欺負奴婢。青丘，你是不是想學劍？我想学剑，保護夫人和老爺。幾年前，一位白鬍子老爺爺傳我劍道典籍，自稱劍聖柳白。我覺得他是個老騙子，書被我墊桌腳了。不過書裡有些劍道感悟不錯，今天講給你聽。老爺，你怎麼知道是一位白鬍子老爺爺的？壞了，忘記我是一個瞎子了，到底聽不聽？听。我竟然突破到半山境了。他竟是剑道天才，此類典籍我還記得不少，你可常來聽。穷窮無功無德，受之有愧。出去買點菜。小狒狒，又出門買菜啊？還以為你跑到哪個山村角落等大限了呢。老頭子，我身子骨硬朗着呢。這可不一定。尋龍摸骨手，你命格本該大富大貴，入朝為相，卻窩在這裡當村長。你要多找找自己的原因。這麼多年俸祿漲沒漲？有沒有認真工作？你快放開老夫！別動，我觀你印堂發黑，最近必有血光之災，是生是死，且看你是強是弱。別對老人家動手動腳的。我好心提醒你，最近注意安全，良言難勸，該死的鬼。攤主，有白菜嗎？瞎呀，自己不會看嗎？的確瞎了。我可是夢想造反成功後娶女帝為妻的，如今卻被你這個死瞎子給拱了。哼，你個死瞎子，趕緊滾！老哥，聽你這口音，屬地的吧？我勸你趕緊回去，把老婆兒子接過來，別待在屬地了。為什麼？屬地藩王馬上要掀起叛亂之戰，他的兒子趙構進京就是為了攪風弄雨，讓大晉內部混亂，好讓他爹趁機謀反。我都還沒施展計劃呢，這小子怎麼知道？你怎麼知道蜀王欲圖謀反？身為一個瞎子，我會算命，應該很合理吧？滾！有多遠滾多遠，不然老子弄死你！不會真的被他說中了吧？剛才說蜀王意圖謀反，怎麼回事？我也想聽听。都是他，這瞎子說自己會算命，說什麼蜀王要叛亂，讓我逃離蜀地。我可不是胡說，自從3年前女帝登基，蜀王就開始屯兵擴張領地，大肆招攬修行者。招招野心還不夠明顯嗎？好一個大膽發言！屯兵擴張就能斷定謀反嗎？證據呢？別急，我還沒說完。蜀王沒有離開蜀地，可他兒子趙構10幾天前已經入京。趙構此次進京，目的很簡單，破壞晉國內政。他已率領刺客潛入京城，趙構才是掀起叛亂的導火索。想必蜀王已成兵100萬，正在等待趙構創造時機。趙構率領的殺手已經潛入首府江滄海府邸。好，沒想到吃瓜吃到自己身上了。去看一下情況是否屬實。那我就拭目以待了。陛下，屬下查實回報，趙構當真率領殺手進京，還準備埋伏刺殺首府江滄海。荒謬，太荒謬了！有掛，這可怎麼玩？老弟，聽我一句勸，趕緊攜家帶口離開蜀地。你對大晉的未來有何見解？對當朝女帝秦琉璃又是何看法？不知道，不關心，不評價。哼，放心，只是閒聊，我不會往外說。罷了，看在你待我不薄的份上，跟我來。原著中，趙構是唯一男主，他為助父王謀反，大張旗鼓赴京，暗地帶100名刺客潛入首府府邸，差一點將其刺殺。江滄海因此重兵不起，沒有江滄海輔佐，女帝處理政務力不從心。
隨後趙構籠絡大臣，以後宮無主為由，逼女帝冊封帝君，再讓蜀國大軍偽裝流民，掀起戰火。三重壓迫之下，女帝孤木難支，大境內政混亂，版圖分裂成兩半，一派支持女帝，一派支持蜀王。最後，女帝還是輸給了趙構的主角光環。大靖易主，改名姓趙，大靖國運昌盛，未來或許可以逐鹿九州。唉，那不是很好嗎？你為何嘆氣？我嘆的不是大靖，而是當朝女帝秦琉璃。說來也巧，你也叫琉璃，女帝也叫琉璃。女帝怎麼了？女帝文治武功，修为蓋世，當然是個好皇帝。但她太着急，殊不知真正的隱患一直潛藏在身邊。大靖國運昌盛如火，可若不重視酣睡的豺狼，未來統一天下的或許是大靖，但未必姓秦。趙玉環狼子野心昭然若揭，且極具手段。蜀地明面上報備軍力僅有50萬，但藏在暗地裡的精兵卻足有150萬。趙玉環狼子野心昭然若揭，且極具手段。蜀地明面上報備軍力僅有50萬，但藏在暗地裡的精兵卻足有150萬。不但如此，趙玉環這些年來一直在籠絡朝廷官員。他很聰明，堅決不拉攏3品以上大臣。只盯着4品以下，鎮守各地的縣令、巡抚使等。他竟知道這麼多隱秘。一旦內戰打響，除了京城以外的一大半城市會瞬間倒戈，然後以女帝為立夫君為理由，逼迫於女帝。又該當如何呢？哈哈哈，女帝已有良配，並非無主。至於首輔江滄海，他很安全。劇本不對啊，女帝怎麼能娶老公呢？她應該是孤獨一生的女魔頭。江滄海更不可能提前發現刺客，不然趙構還怎麼實行計劃？你沒開玩笑吧？你隨便找個人打聽一下就知道的事，又何必騙你呢？真是鬧麻了。你覺得女帝的為人如何？不對勁，我竟然想知道她是怎樣評價我的。哦，這我輸啊，我小說可不是白看的。論修行天賦，年僅21歲便有越要境，古今罕見。論經緯韜略，女帝13歲便率5萬軍隊，大破30萬樓蘭國。論才華，詩詞歌賦樣樣精通。論相貌，堪稱傾國傾城，絕代芳華。毫無疑問，女帝是一個完美的女人。老爺，你不是瞎子嗎？怎麼知道女帝長得好看？我也是個男人。光是聽完女帝那些傳奇，就足以腦補出她的絕世容姿。不說這些，女帝如何和我都沒有太大關係。我比較好奇的是，江滄海發現刺客，那趙構呢？他沒被發現嗎？按理說，小說劇情不會偏轉的啊。蜀地世子趙構據說犯了叛亂罪，由女帝親自鎮壓入獄。這下你該放心了吧？唉，女帝愚蠢啊！佩服，當着女帝的面罵女帝愚蠢，女帝還不敢當場發作。帝君，你是古今第一人，
當然愚蠢了，他竟然眼睜睜放過一個心腹大患，他也不想想看，趙構何許人也？蜀王趙玉環唯一嫡子，孤身入京煽動叛亂，蜀王怎麼放心他用真身犯險？你的意思是說，京城裡的趙構只是一具化身？是的，蜀王趙玉環不惜耗費無數天才地寶，打造出一具完美化身。除非月耀境大能一點一滴探查化身構造，否則很難發現端倪。換句話說，趙玉環早早就在準備反叛，已經提前籌謀好一切。原來是這樣，真是個驚天陰謀。就是不清楚出了什麼變故，趙構居然提前敗露。難不成劇情線開始偏離軌道了？究竟是誰在搞鬼？別讓我逮到了，不然我一定讓你沒有好果子吃。恭喜宿主成功打壓天命主角趙構，削減天命主角趙構500氣運值，獲得天品靈草九陽赤心蓮。系統為何要給我獎勵？天命主角受到打壓，和我有半毛錢關係嗎？因為趙構是主角，受到打壓，所以我就能獲得獎勵。迫害趙構的好心人，之前是我誤會你了。這可是女帝找了很久都沒找到的寶貝。在原著中，女帝為了鞏固地位，不惜進入萬年極寒天池修煉。雖然成功突破月曜境，但也因此染上寒疾，每天晚上都要忍受陰寒的噬骨之痛。九陽赤心蓮正是能夠治癒女帝寒疾的天品靈草。如烟啊，替我杀了大晋帝君叶飞。叶飞一死，我马上让你和你弟弟团聚。谢世子，奴婢这就去办。真是好用的棋子啊！可惜你弟弟早就死了，还有你这小妖精，本世子喜歡，早晚把你給辦了。糟了，忘了琉璃現在不在家，這粥冷了，可不好喝了。才半天不見，小菲菲就想我了嗎？女人，你這是在玩火。有一句話說得好，若他涉世未深，就帶他看遍世間繁華。剛熬好了粥，來嘗嘗吧。這不就是我苦苦尋找多年未果的九陽赤心蓮嗎？葉飛是從哪裡得到的？他怎麼會知道我需要這個？突然內心升起了一個小九九。一直以來我都沒跟你說東方家族是做什麼的，你就不好奇嗎？不好奇，我一點也不想知道。其實東方家族歷代都是大晉朝臣，而我則是陛下身前的一名女官。若我要你為陛下效力，你可願意？不願意，不願意啊！拒絕得如此果斷，朕是豺狼虎豹嗎？朕又不會吃了你。好，好，好，你不幹是吧？朕有的是法子讓你幹。隨你，我先走了。啊？什麼情況？撩漢失敗了嗎？果然男人心真是海底針。皇上駕到！真是皇上？難道是前幾天自己的一番神之預言流傳到女帝耳中，所以女帝特意前來招攬我？老爺，陛下來了，你趕緊出來啊！草民葉飛拜見陛下。先生不必多禮，朕此次專程前來拜會先生，不知先生可願意為我效力啊？女帝的聲音怎麼和媳婦的那麼像？該不會……不可能，肯定是自己想多了。草民能力微弱，資質平庸，恐怕無法勝任陛下所托。
老爺，您就別拒絕了。陛下此次前來是一定要帶您走的，您就別讓陛下為難了。況且小姐也去了京城，您就不想再見到她嗎？老爺，您再拒絕，要是惹陛下不高興，怕是要惹上大麻煩的呀。草民原為陛下效微薄之力，赴湯蹈火，在所不辭。小樣，不掏出馬甲，還制服不了你了。先生不必多禮，隨朕回宮吧。今天朕偏要霸王硬上弓，看你還怎麼躲。你越抗拒，朕越興奮，這才有意思。葉愛卿才華高絕，世所罕見，昨日一番言論更是字字珠璣。朕決定擢升他為禮部尚書侍郎，輔佐禮部尚書處理事宜。諸位愛卿可有異議？荒野小民還是個瞎子，有何本事竊居高位？敢嘲諷我，你可是踢到鋼板上了。今日便讓你付出代價。在下昨夜掐指一算，陇上王侯歐陽勝為突破搬山境，不惜走火入魔。為求速成，已經修煉競技之法，以10萬百姓的性命為祭品，祭祀天地。如此行徑，泯滅人性，罪不容赦，天地難容。在下有一道引魔咒，只要念出咒語，便能引出你體內的冤魂。到那時，你的罪行便會公之於眾，讓你原形畢露，無可抵賴。拖下去，凌遲處死，以慰10萬冤魂。怎么可能？一个瞎子竟然能窺探天机，识破陇上王的罪行？难不成这瞎子是传说中无所不知、洞察一切的圣人转世？此人肯定事先调查过陇上王，不然怎么可能知道的如此清楚？怎么可能有人真能窺探天机？你叫什麼名字？在下陸北川，參見陛下。陸北川，大晉朝有名的大貪官，胃口不小啊。3年前的科舉探花名不副實，全靠科舉舞弊得來。你爹為了讓你高中，變賣家中所有資產，購買了一柄天品靈刀，賄賂當時的主考官。但你可能不知道，你爹擔心主考官記不住送禮之人，特意做了手腳，就在天品靈刀的刀柄處偷偷篆刻了你的名字陸北川3字。徹查此事，即刻派人去主考官府中搜找靈刀，情況屬實的話，按律論罪，絕不姑息。這葉侍郎怎如此無禮？老臉都被他摸得沒地兒擱了。難道首府大人也有什麼不為人知的黑歷史，被葉侍郎看穿了？首府大人，您是否有一位失散多年的孿生兄弟？我的老家金朝村有一位名叫江大海的村長，他的生辰八字、命格乃至氣息都和你極其相似，他極有可能是您失散多年的孿生兄弟，不知首府大人以為如何？哼，知道，那是我失散多年的親弟弟，勞煩葉青掛心了。此事無需再提，不勞煩葉青費心了。還真有一個孿生兄弟，這劇情怎麼和小說裡不一樣？小說劇情裡怎麼沒寫這段？狗作者又偷懶省略關鍵情節了。陛下，瞅瞅你幹的好事，招進了這麼個活祖宗，我的秘密都要被他扒光了。既然無事，那便退朝吧。退朝後，準備回家摸魚，享受悠閒時光。葉青初來乍到，京城尚不熟悉，不如跟我回宮暫住幾日，也好方便議事。女帝不是傳聞中清冷絕世、不近人情嗎？怎麼對我這麼熱情？其中有詐，多謝陛下厚愛，草民感激不盡。但微臣家中還有妻子等候，若是回家晚了，怕他會擔心。妻子？他竟然如此在乎他的妻子。朕有些好奇，你很喜歡你的妻子嗎？
浮世萬千，吾愛有三：一為日，二為月，三為情。去，瞎叫喚什麼？沒看見是男主人回家了嗎？你是不是想被本神獸燉上餐桌？識相的趕緊滾！老子可是大晉鎮國神獸曜日神君，豈容爾等小小放肆！這個死瞎子竟真的把我當成一條普通的土狗了，簡直是對神獸的侮辱！我堂堂鎮國神獸，永恆洪荒的存在。我說呢，女帝無親無故的對我那麼熱情，原來是這樣。堂堂女帝還有這種奇葩癖好。首府大人，下官剛剛上任，若有差遣，儘管吩咐。閒得很，沒有活。有活也不敢差遣你啊！要知道，一时摸魚爽，一直摸魚，一直爽。女帝新收了一個男宠，還被任命為礼部尚書侍郎。那位尚書侍郎毫無修為，肯定抵擋不住我的魅惑之術。憑借他和女帝的曖昧關係，想混進後宮刺殺帝君肯定不難。既然如此，下官就不打擾了。叶侍郎暫且留步，听我一言如何？請問閣下是？柳如意，六品小官，擔任禮部侍郎之職。敢當眾勾搭陛下的男人，女人你不要命了？還是你想試一下陛下的刀是否鋒利？讓青澀懵懂少年郎心湖蕩漾，沒人能抵擋得了我這一招。這女人好茶呀！巡撫大人，孟侍郎上任第一天就賦閒在家，恐怕對其名聲不利啊。所以呢，你有什麼好的建議嗎？巡撫大人，剛才不是安排屬下操辦陛下生辰宴嗎？我想和侍郎大人一起完成，無懈可擊的說辭堪稱完美。想要達成某個目的，不妨說做這件事是為了他好。行，就照你說的做吧。操辦女帝生辰宴這麼麻煩的事，落到我頭上，真想一拐杖敲暈這女人。侍郎大人，距離女帝生辰宴不足7天，我覺得咱們應該找一處僻靜且無人打擾的地方，仔細探討一番。你覺得如何？這丫鬟修為不低，倘若她一直跟在身邊，反而不好下手，必須支開她才行。不是說蘇清秋一直追隨女帝東方琉璃嗎？怎麼再給一個瞎子當丫鬟？小菲菲，你趕緊洗手吃飯吧。他是我的同僚，來這蹭一下飯。葉侍郎口中的賢惠媳婦，竟然就是女帝，而葉侍郎本人不知道真相。短短半個時辰，知道女帝好幾樁天大秘密，女帝不會要把我滅口吧？難怪坊間傳聞說是女帝很少回後宮，大婚之日都在上書房批閱奏折。合着帝君是一個小丑，估計都沒碰過女帝一根手指頭。好可憐的帝君，都不忍心殺了怎麼辦？沒想到堂堂女帝做的一頓飯，差點把我送走。更可氣的還吃了一頓狗糧，我太難了。侍郎大人，我們該辦點正事了。不急，大黃，走，帶你出去溜溜彎。這個死瞎子，本神君不要面子的嗎？好可愛的大黃狗，讓姐姐摸摸。帶你出去拉粑粑，快起來！媽的，還是跟這個死瞎子拼了算了！
本神尊堂堂镇國神兽，岂會在路邊拉屎撒尿？再者，神獸不需要排泄。哼，这个死瞎子，本神君不要面子的吗？一袋狗粮。亲爹呀，玩归玩，鬧歸鬧，別拿狗糧開玩笑。行，本神君也體驗一下當舔狗的樂趣。曜日神君，曜日你在幹嘛？完了，徹底完了，一世英名就這樣毀了。多年老友情，在你看見我黑歷史那一刻，就徹底有勁了。這個死瞎子，本神君，我是來請你喝酒的。走。忽然想起來，之前在金朝村曾客串過鐵匠身份，而帝君只知道打鐵鋪勤3活。老夫來辦點業務。曾一戰覆滅6國，一人迎戰3名敵國越要境後期老祖宗，一戰全殺，直接奠定大金王朝今日版圖。這是大金王朝第一強者的秦風火，就連當朝女帝都不敢怠慢，怎麼在葉侍郎面前顯得如此卑微拘謹？障眼法，肯定是障眼法。老爺，您不是要操辦陛下生辰宴嗎？差點忘了，今日不巧，秦大哥，過段時間我們再聚。成功打壓天命主角趙構，削減天命主角趙構807運值，獲得獎勵一氣化三清，獲得獎勵10年經驗值。有機會一定要再薅一把羊毛。剛才一晃而過的恐怖波動是錯覺嗎？這瞎子似乎又莫名其妙的變強了，也沒見到他修煉，為何氣息愈發恐怖？難不成是被某個老怪物奪舍了？這顆水晶球乃是昔日一位縱橫天地的大能所留，只要被這顆眼球標記過的人，無論距離多遠，周圍有何等強大的禁制，都能隔空監視。又沒有其他人，你魅惑個毛啊！直接一刀帶走不就行了？你叫柳如意對吧？是的，大人。小說劇情中並沒有柳如意這個人，倒是有另外一個名為柳如煙的女配，但她是主角趙構的殺手，不妨試探試探她。你覺得世子趙構人品如何？心高氣傲的二世祖，仗着有個好爹，欺男霸女，無惡不作，活着就是浪費空氣的雜碎。趙構此人比不上先生一根毫毛，更別說先生有一副俊朗相貌。這麼強烈的恨意，是柳如煙本尊沒錯了。只是柳如煙一生淒涼，親弟弟早已死去，他還傻乎乎的替趙構殺人賣命。劍龍，替我殺了這對狗男女。包括柳如煙嗎？殺了葉妃，廢掉柳如煙的修為，帶回來，我要讓他知道背叛本世子的代價。先生，如意有個不情之請。既然是不情之請，那就別請。我想請先生幫忙，把我送進後宮。我想見一下帝君，可以嗎？先生，我知道你是一個好人，你這麼聰明，應該也猜到我圖謀不軌，為何還要跟着出來？既然躲不過，那就懶得躲了唄。你真名柳如煙，並非禮部六品長史，而是世子趙構的一名殺手。騰雲境巔峰，擅長精神魅惑。你接近我，只是想要借我之手混入宮中，刺殺當朝帝君。我說的對嗎？對不住了，先生。神魄針進入腦袋，會化為絲線，纏繞並且控制你的靈魂。
神魄針進入腦袋會化為絲線，纏繞並且控制你的靈魂。事後我會消除一切痕跡，不會拖累先生。不愿惹尘埃的一介懶散閒人罷了。神魄針進入葉妃眉心後，像是泥牛入海，瞬間失去蹤影。送葬客剑无米，赵构手下最强底牌，半步腹海境修为，喜歡在殺人前遞一杯送行酒。奇怪的癖好。罷了，今天就放縱一次，喝酒杀人且助興。剑老，求您放過叶先生啊！这个瞎子展露的时空剑意，震驚老人1000年。柳如烟可是未来的昭徽境大能，你竟然要废他修為，腦子瓦塌了？老娘拼死拼活幫你打工，任務還沒完成，你反倒派人來害我，真是豈有此理！閒話到此為止吧，你可以安心上路了。這任務還不手拿把掐？罷了，今天就放縱一次。柳如意是有點問題，臣懷疑是有人冒名頂替。蘇星秋口中的老爺是何人？居然讓女帝勃然大怒。城南郊外清涼山有時空紊亂的跡象，立即調動軍隊封鎖清涼山，其餘人隨朕過去。滿堂花醉3000客，一劍霜寒14周。先生有如此手段，為何卻要偽裝成一介凡人？我這個人很低調的，你可不要到處亂說。既然劍老已死，我再告訴你一個真相吧。什麼事？你也知道，我曾推演天機，3言2語就斷隴上王生死，也有能力窺探真相。你的弟弟其實在3年前就死了，被劍老親手斬殺。趙構瞞着你，是害怕失去制衡你的把柄。謝謝先生告知，我先走了。我勸你一句，趙構有天命加身，你想殺他，無疑是以卵擊石。不過，或許我能幫你。剛好我這兒有一部天極一道神通，學會此法，你可以向趙構復仇，也可以用來自保。朕沒打擾你們的好事吧？見過陛下。見過陛下。你們怎麼來了？請問陛下來此有何要事嗎？帝君您在幹什麼呢？當場被捉，你難道不羞愧，不該跪地磕頭認錯嗎？為何表現得如此坦蕩，似乎還很不悅？是在怪罪我們打擾了你們嗎？太猖狂了吧！別忘了，帝君不知道陛下身份，也不知道自己的身份。朕收到線報，禮部6品長史柳如煙乃是前進來的刺客，你為何會和他在一起？回稟陛下，如煙姑娘曾是叛王趙玉環的一名手下，因為弟弟被挾持，無奈聽命行事。但最近她突然得知弟弟於3年前就被殺害，所以一心復仇，想要扳倒漢王趙玉環，故此潛入京城，帶了一份漢王情報，希望能夠幫到陛下。雖然我知道你想幫我，但我沒什麼情報可以提供啊。趙構藏身的地點每7天一換，算算時間，前2天剛好是趙構更換藏身地點的時間。唉，若是早2天，我還能當一當帶路黨，活捉世子趙構。哦，說來聽聽。在說之前，我希望陛下能夠答應微臣，饒柳如煙一命。臣願意收留他。不行，朕不答應。若陛下不答應，臣就不說。臣提醒一句，
如烟帶來的情報是蜀王趙玉環的藏身地點。回禀陛下，此事全怪罪臣。罪臣得知弟弟死去的消息，臣一时情緒难以平息，想尋求一絲安慰，但我和葉侍郎確實是清清白白的。剛才那副場面確實不像小情理幽會。好，我答應你，終於找到了，給你3天時間找出趙玉環的藏匿地點。清風火即刻趕赴藏心山脈。父王，儿臣回來了，過程波折了些，但侍郎葉飛估計已經死了。待大晋王朝崩溃，本世子要搜羅天下，召回葉飞的3魂6魄，放進煉魂爐裡折磨生生世世，方能消除我心頭大恨。父王，你幹嘛？我派出劍老刺殺葉飛，沒道理會失手啊！誰告訴你葉飛已死？哼，劍老死了。這不可能！廢物，成事不足，敗事有餘。渴求一戰嗎？我滿足你。我有一個弟子，生性好戰嗜殺，傅海境後期修為劍修，年齡方才20出頭，時空劍聖。你們有誰能在他的劍下撐過10招？在下伸長脖子，任你處置。如何？敢不敢一戰？這世上還沒有本座不敢做的事。趕緊叫你的弟子出來受死！敢在藏劍禁地面前自稱劍修，大膽！一介凡人能交出什麼貨色？可笑可笑！哇，一介凡人怎麼可能教導出一位劍聖？比起普通人，他們這些修行者更深刻體會到來者的恐怖。雖是傅海境修士，但散發出的滾滾威壓絲毫不亞於大將軍秦風火。帝君不愧是聖人，擁有獨步天下的眼界和學識。雖然自己無法修煉，但可以教導一位厲害的徒弟。時間與空間建議，這可是禁主都無法參悟的至高劍道，此人怎麼如此妖孽？帝君當真深不可測，一句話真的就叫來了劍聖。朕的夫君愈發不簡單了。大晋王朝护国大將軍秦風火奉旨捉拿叛王趙玉環，任何生靈膽敢阻撓，定斬不饒。奉天承運皇帝詔曰：蜀地叛王趙玉環舉兵謀反，罪不容赦。猖狂挑釁者與叛王同罪，煽風點火者與叛王同罪，钦此。
秦烽火，谁能告诉我，秦烽火为何率领大军围困了禁区，还带来了女帝圣旨？是叶飞，一定是他。那么传言说他是圣人转世，也是真的。以前儿臣确實不當回事，可如今不得不相信了。朕誰能想到，傳說中預知天下事、能推演天機、推測未來與過去的聖人，竟然真的存在。好，好，好！本王偏偏不信邪。天欲取本王性命，本王便與天鬥。聖人又如何？女帝又怎樣？都不能阻擋本王。叶侍郎座下二弟子燕十三，赴海境后期渐修，前來赴會。徒弟來晚了，請師父責罰。不晚不晚，就是有人欠揍了，想被打，而你又生性好戰，特地喊你過來。諸位，你們是一起上，還是一個個來？沒想到帝君還有這一張底牌，一定要挖過來，來大晉王朝當官任職。小子，你這什麼意思？意思就是你們6個一起上。然後被我一劍幹翻，既丟面子，又很難保住性命。因為人太多，我很難收得住力。一個個上，然後被我一個個幹翻，面子上會好受些，但過程會很痛苦。猖狂！除非有昭徽境強者出手，否則很難留下痕跡。大晉皇帝生辰宴，觀禮第一場武鬥正式開始。四方神獸加諸我身，降臨天地，威懾四方。小小的空間竟然有如此道理。燕十三的修為之深，遠遠超乎我們想象。這種人天賦足以媲美。你究竟是如何教導培養？難道你真的是聖人？之前無論葉妃如何語出驚人，做出何等不可思議的壯舉，我都不太相信他聖人身份。因為根據皇家密卷記載，聖人只有一位，他是天道化身，行走人間，悟道傳法。4項神獸曾稱霸一時，能夠召喚他們的一縷精氣神，足以支撐修煉之人走出一條無敵道路。但你搞錯了一點，你只是螻蟻，螻蟻豈能換神？我乃忍者神龜，遠古時期曾搏殺巨龍、麒麟等，存在不弱於4項。4項之力，盡歸吾身。我歸一。
果真是人帅心善。你觉不觉得这个燕13很熟悉？玩世不恭的口吻，莫名其妙的言辞，还有一股说不上的恬淡气質。陛下，您不是说这輩子只為一統天下，為奮鬥目標，孤身仗劍的嗎？怎麼如今卻對一個男人了解如此之深？您完了，您墜入愛河了。問你話呢？是嗎？為何我覺得他們根本就是同一個人呢？陛下，你怎麼會這麼認為？帝君毫無修為，這是你反覆確認過的事，不然當初你也不會立老爺為帝君呢。別問，問就是女人的直覺啊。下一個是誰？之前的驕傲蕩然無存，20歲的劍術劍意竟然已經達到登峰造極，難道是從娘胎裡就開始修煉的妖孽嗎？不可能，這種妖孽怎麼可能是一個凡夫俗子教出來的？王城小兒，你看小喬御史郎，他雖然沒有修為，但對修行界的了解，各種神通玄機，世間隱秘一一通曉。聖人嘛，再怎麼牛逼，不是理所當然的。李陛下，我若殺光你，惹來的麻煩由我燕13兜着，不會給大晉招來麻煩。隨便你，惹多大的麻煩都沒事，任何麻煩朕都會親手掐滅。那就謝陛下，一個個來太麻煩了，乾脆你們一起上路。你等死吧你！吾曾竊取十國契約，收割億萬生靈，無知福澤可滔天覆海，一言一行猶如蒼天讖語。今天就讓你感受一下等死的滋味。不愧是繼龍傲天主角趙構之後第2大逼王。我兒王騰有大帝之姿，殺一隻螻蟻而已，你就飄了。堪比先神之死，至尊初代的頂級妖孽嗎？竟敢以一己之力對抗5位年輕至尊，我正想試試有多強。暫且放下傲氣，決定同仇敵愾，殺了這個時空劍聖。老夫觀你印堂發黑，屬於早死之下。老夫觀你印堂發黑，屬於早死之下。老夫手中有3根香，第1根名為燃命香，將燃盡人壽中；第2根名為送魂香，開闢生死橋樑，引渡靈魂墮入地獄，永世不能超生；第3根名為葬神香。上古眾神晚年曾遭遇災厄，導致諸神黃昏，而你將體會眾神死前的恐怖災厄。老夫活了300年，生性謹慎，這3根供香收藏了100餘年，一直沒遇見值得我拿出來的對手。你很榮幸可以成為這供香之魂。界滅香這等禁忌之物消失了上萬年，怎麼還有存留？是不是傳說中一位邪修大能祭祀了數百個大世界，以世界燃盡的灰塵打造的3根界滅香？是不過界滅香傳承數萬年，雖然歷史上許多禍端都是他引起的，但很多人已經使用過，威力已經大不如前。帝君之命堵在了這一戰，聖人勿誤事。手持3根供香，對着13劍聖躬身一拜。1拜宋兒壽終正寢，2拜宋兒破忘黃泉，3拜宋兒魂歸往生橋，榮登閻羅殿。等你死了，我會解剖你的屍身，觀摩你的時空劍意。我會繼承你的一切。葉愛卿，難道猜對了？
燕13就是葉妃？臣在，方才睡着了，抱歉抱歉。莫非是我多心了？13剑圣的出现太过突兀，人物性格和叶妃如出一辙。最关键的是，他内心有股莫名的亲切感，只在叶妃身上感受过，13剑圣却也有。燕13已死，胜負已定。剑圣也不过如此嘛。厉害，随随便便蹦出一个路人甲，书中寥寥带过一笔的配角，就藏有3根界面香，看来更加的要苟下去。咦，我差不多得回家做饭给媳妇儿吃了。我提醒诸位一句，这一根界面香名为藏神香，威力最大，哪怕经过岁月长河洗刷，诛杀普通的月妖境修士，也如屠猪宰狗。我劝各位可別打他的主意。吴承兄哪儿的話，我等怎會覬覦界面香？沒有最好。这具屍體讓給我，接下來的決鬥我便不再參加。在場的人誰都清楚，劍問天抱着什麼樣心思，無非是覬覦燕13的時空劍意，想借屍身參悟一二。我心裡還有顧忌，燕13死而不僵，不會詐屍吧？界面香，不愧是威震了一個時代的競技者，費了我好一番功夫。為什麼？連界面香都殺不死你？其實在段無愁發動送魂香那一刻，本體直接斷開與一氣化三清分身的聯繫，不受送魂香影響。一氣化三清品質極高，與真人無異。一旦斷開聯繫，除非是嶄新出爐的界面香，否則不可能追蹤到他的本體。這是我凝聚的第2具分身，替代了死去的13劍聖，當着所有人的面偷梁換柱，實現了傷害轉移。不好，我們一起出手，不能給他再出手的機會。萬千紫薇星辰圖，現在才出手，晚了。你不能殺我們，我們要是有事，我們背後的勢力不會放過大晉。燕13，你孤身赴約，莫非真以為憑一己之力能對抗4大勢力？對抗？我今日前來，只是想讓某些見不得光的勾當暴露在陽光之下而已。休要胡言亂語，我等乃為大晉安危而來，何來見不得光之事？13劍聖聲名在外，怎可如此污蔑？若在信口雌黃，休怪我等不客氣。不客氣？你等暗中謀劃的事情，可比不客氣嚴重多了。我血海帝國與大晉素有盟約，提親之舉更是出於誠意，劍聖何必挑撥離間？誠意？用女帝血脈做籌碼的誠意，還真是令人敬佩啊！我等身份尊貴，豈容你隨意詆毀？今日若不給出說法，你休想離開點將台。說法？很快你就知道了。不過在此之前，還是先聽聽你同伴的秘密吧。無涯天宗真正的目標，應該是大晉始皇留下的仙古秘寶地品真龍池吧？這是無涯天宗最高級別機密，你為什麼會知道？不僅如此，我還知道大秦王朝圖謀大晉的滔天氣運，血海帝國想要女帝東方琉璃的血脈，他們都暗懷鬼胎向女帝提親，固然大逆不道，但和你們真正的野心相比，卻顯得微不足道。你還覺得威脅有用嗎？血海帝國3皇子乃血海帝皇的私生子，母親早逝，在皇宮不受待見。成年禮那一天，覺醒血神體，崛起於微末，妥妥的主角模板。很可惜，你終究只是路人甲。孫百勝，算了，沒啥好和你說的。掠奪十國氣運，篡取億萬生靈氣運，謀天之法，很有意思嗎？這種違逆天道的法門，並非傳承於誰，而是王騰自己苦心研究而成。
天下英杰何其多，王腾绝对算不要命。可惜，谁叫你惹上我？我说过，吾有滔天气运加身，冥冥之中自有天意庇佑，你们任何人都杀不死我。总有一天我会回来找你，一雪前耻。这也行，运气好到離譜，這樣都能逃掉？趙構啊趙構，你也配號稱龍傲天？主角還沒人家王騰牛逼，這氣運真是讓人羨慕不來。至尊戰落下帷幕，13劍聖逆風翻盤，誅殺5位年輕之孫，逃跑了1個。這份戰績足以驚動世人。严13，既然你贏了，你想要什麼賞賜，儘管開口。严13，既然你贏了，你想要什麼賞賜，儘管開口。女帝封賞無疑等於1紙合約，敢拿就代表成為女帝的馬前士卒。不管你願不願意，起碼在天下人眼中，你就已經是女帝的人。我想要啥？我只想擺爛，你能滿足嗎？不過師父的心願必須完成。我想懇請陛下放我師父離開大晉，隨我雲遊四方。我師父生性灑脫，喜歡閒雲野鶴的生活，不願拘束一地。請陛下滿足我這一個小小的要求。劍修之人果然豁達，為了帶師父雲遊四方，連陛下的仙品靈寶、加官進爵都不要，真是難得。雖說葉侍郎是赘婿，但也為大晉盡心盡力，處理政務、揭露陰謀，並未虧欠大晉分毫。可惡的葉鹹魚，原來他想歸隱，不是討厭我。他是想帶我一起浪跡天涯，要麼繼續當官，短則1年，長則3年。朕承諾，一定讓你和妻子一起歸隱田園。這個請求算葉愛卿的，朕破例恩准了。葉13，你另外再想一個要求吧。我啥都不想要。只想趕緊結束生辰宴，我要回去遛狗。好一個鹹魚，性格和葉鹹魚一模一樣。秦鳳火，你的死期快到了！哈哈哈。勾兒，你帶着一隊人從北邊突圍出去，為父給你殿後。蠢貨！大勢已去，就憑你騰雲境的修為，去了也是被秒的份兒。不行，孩兒怎麼可以丟下你不管？我要跟着你殺入京城，生擒葉妃，擒琉璃。你應該保全性命，東山再起。那父王你呢？父王恐怕是凶多吉少了。失去了父王這座大山，我往後就只能如同喪家之犬，活在葉妃陰影之下。
大主国，你怎麼了？老夫本体受到重創，波及到分身。本体受到重创？大柱国，您的本体不是在唐仙山脉围剿叛王趙玉环吗？想要知道藏仙山脉的情况，只能等大将军疗完伤势再说。对了，叶侍郎，我这里还有一颗丹药，有治气病、没病强身健体，对你很有好处。多謝女帝。赵玉环，本来你不是半山精，好你个狼子野心，赵玉环！不然，你以为本王为何敢反？是赵玉环，原来那个世人眼中的窝囊藩王都是装的，人们都以为他只有区区搬山境修为，却不知他是一位半只脚踏入昭辉境的绝世强者。老臣败了。都被这金烽火的一番话吓得不轻。怎么，书中的剧情已经彻底崩壞了？小說中趙玉環計謀得逞，沒有親自動手便取得天下，而女帝則是化身邪惡大反派，偷偷修煉到昭輝境巔峰，才回來找趙玉環復仇。那正傳寫的聖旨呢？也被趙玉環撕碎了。趙玉環沒你想的那麼強，他應該是依靠某種頂級神通才突破半步昭輝境。世人都說朕瞧不起趙玉環，他又何嘗瞧得起朕？以為我大境無人，只靠2位護國將軍撐着，所以迅速擊敗你，只傷不殺，留着力氣來殺朕，以為朕好欺負嗎？哈哈哈！女帝陛下，罪臣趙玉環來見君了。來得正好。庶女之子被先帝嫌棄，讓我跟母姓。母親早逝，我年幼就背負着一柄生鏽長刀，毅然入伍，從一個無名小卒到如今的蜀王。我這一生如履薄冰，沒有過人的天賦，也沒有聰慧的頭腦，憑借步步為營的算計，10年如一日，才走到了今天。若不能龍袍加身，我如何向先帝證明庶女之子也不弱於人？
飛行秘術，上古九级神通。西口，把多年积攒的经验值给我，全部满上。突破月曜境，不仅让我恢复视力，并且清晰地感觉到感知力变得不一样了。一气化三清，三种心身融合，三个拥有本体7成实力的分身融合，境界居然可以攀升超越本体。先苟着，看一下女帝有没有什么好的解決辦法。實在不行，只能讓燕13出手，正好沒有合適的理由讓他死掉。趙玉環，朕放任你多年不管，也是時候該迎來你遲到多年的宿命。本王倒想聽聽宿命到底是什麼。你的宿命就是死。你竟然突破朝灰境了！年僅20歲的月曜境已經足夠嚇人，如今這個神話竟然再次被打破。是啊，我也覺得不可思議。我能突破朝灰境，全靠帝君相助。又是他！本王落到如此下場，並非輸給你秦琉璃，而是敗給了帝君。我很好奇，帝君究竟是什麼人？我與他素不相識，甚至素未謀面，他卻對我的路數了如指掌，然後一步步拆解，謀而破之。如果沒有九陽至心蓮，沒有消除心中戾氣，光靠硬魔，不知道多少年才能突破。趙玉環，我承認，朕是小看你了。若非帝君多次提醒，這場遲到多年的皇權爭奪，輸家大概是我。今兒你想加冕為王，承大晉萬古氣運，想必也不願意看見京城受損。走吧，隨我去異空間一戰，勝者歸，敗者死。正合我意。將異空間戰的投影投射在京城天空。這一戰關乎大晉皇權歸屬，與大晉百姓息息相關，他們有權知曉最終結果。這就不行了嗎？哼！好大的手筆呀，趙玉環。趙玉環，別忘了你的承諾，先帝遺留的地寶全部歸我，還有大晉氣運割讓1/4給我，3座仙級靈石礦脈歸我。我要女帝血脈歸我。血海帝國，趙玉環，你在做什麼？大晉的家事，你讓外人插手也就算了，還想將先帝遺留的地寶、大晉氣運割讓給豺狼？那又怎麼樣？你好好看着吧，我會把你留到最後。我會先凌遲大晉帝君，然後腳踩秦風火，烈將滄海。縱使東方琉璃天賦無敵，朝輝境的時間太短，沒有任何沉澱，很難發揮朝輝境的全部實力。燕13，走，咱們也去湊一下熱鬧。燕侍郎，你毫無修為，進去也幫不到陛下。是啊，葉侍郎，且相信陛下一定能夠勝出。葉侍郎又要扮豬吃老虎。弑君之路，忠君之事，女帝待我不薄，危難之時，我怎能袖手旁觀？1個月前的葉妃，絕不可能說出這等違背初衷的話。反正劇情已經崩壞，稍微放縱一次，也沒什麼大不了的。
陛下，臣救驾来迟。你怎么来了？你赶紧走吧。看着来人，眼前之人是不是就是破壞我蟄伏多年的大晋帝君？你是誰？我為什麼要告訴你？有本事你自己猜啊！罷了，無論你是誰，都是本王想殺的人。父親，你可能沒有這個機會。我把他們拉進時空領域，讓戰場只有陛下和趙玉環。你能讓燕13抽一下空來殺一下趙玉環嗎？陛下，你要不要聽聽自己說的是什麼？虎狼之子趙玉環，難道不要面子的嗎？不瞞陛下，13不久前才突破月妖境，只能勉強施展时空領域，扣住幾位半步朝灰境。不僅如此，那幾位半步朝灰境只是暫時陷入時空循環，無法掙脫。陛下，您要不再送多幾條法則，例如天誅地滅、萬劍歸宗什麼的。這個恐怕也不行。御道法典目前只有4條，一條萬法歸虛，一條3000大道皆為塵，另外2條都是當輔助用的。就沒有什麼殺法法則嗎？沒有，因為我還沒想好編寫什麼樣的殺法法則。從騰雲境開始，每突破一個大境界，就只能添加1條法則，目前最多寫5條，實在不行我就臨時想一個。陛下，您的人設要崩掉了，堂堂邪惡冥帝，殺伐界的扛把子，您的大道竟然沒有殺法手段，快告訴我，是不是想起來了？快告訴我，是不是想起來了？我有一個建議，既然咱們現在誰都沒有辦法奈何誰，13劍聖又拉着一群人進入循環，無法脫身，要不先休戰吧，咱改天再戰。想的倒是挺美，大門和窗戶都沒有，要是讓你給跑了，你不苟到天荒地老，我跟你姓。差點忘了，殺法手段我還真有一個。這不是段無愁的葬神香嗎？沒錯，就是之前從段無愁身上搶獲的第3根葬神香。據說這一根葬神香源頭是獻祭了數百個大世界制作而成，它吸收了上古諸神黃昏慘案時的災厄，威力是最強的一根。一拜葬神香，送兒前往極樂世界，蜀王一路走好。給我一個痛快吧，太嚇人了。不是為什麼趙玉環還沒有死，這最強的葬神香也不行。這東西不會是假的吧？抱歉，我只是一介凡人，沒有修為，幫不了你。那陛下，求您殺了我。朕也騰不出手，還得限制你呢。誰知道你個老六還有什麼底牌？不然你恢復實力，對於朝灰境大能來說，這點過期的葬神香豈不是輕鬆解決了？你們這對臥龍鳳雏，本王怎麼能栽到你們手裡？本王不甘心吶！這是你們逼我的。壞了，把這貨給逼急了。帝君、女帝，隨我一同上路吧。御道法典第4法則：萬法不侵，王的絕對防禦。13，用時空領域保護陛下離開。葉妃，你。
我也没想到，这个喜欢摸鱼的臣子兼合约老公，在危难之际，第一时间想到的是保护我。帝君找到了吗？陛下，前天地京城门前一战，蜀王赵玉环自杀引爆黑心后，帝君与13剑圣彻底消失了，疑似被卷入了空间节点，传送到很远的地方。那个傻子咸鱼已經消失2天2夜了。召見秦烽火、江滄海，還有3品以上全部百官，正要蕩平參與圍剿的幾大勢力，正要讓那幾大勢力雞犬不留，正要讓他們感受痛楚，感受恐懼。15天後，目標滅國毀宗。此符名為萬里傳送符，是先帝遺留的寶物。若國家有大難，你捏去玉符，就能將朕傳送回來。萬里傳送符只能使用1次，若非生死存亡之際，不准隨意召喚朕。燕侍郎好雅兴啊，初到太古神城便當起了郎中。琉璃，你是特意來找我的嗎？你這葉鹹魚，害朕白擔心你了。你倒好，在這兒過起了閒雲野鶴的生活。我們碰見只是巧合而已。那就是上天安排，緣分使然，我更開心了。哼，你一直都這麼擅長挑逗女孩子的嗎？你是不是對所有的女孩子都說過這樣的話？你又聽誰說我壞話了？在這個世界上，最了解我的人，應該只有你才是啊。無論你信與不信，時間都會告訴你答案。你說這些是什麼意思？你我結為夫妻，便注定要相守一生。你說我是什麼意思？你這算是表白嗎？還不夠明顯嗎？那我再直白一點，琉璃，我喜歡你。我想和你共度餘生，直縈人心，白首不相離。朕算是完完全全敗了，身和心都輸給了你。果然是時空建議。連月，走，我們去會會他。大晉女帝，我知道你挺出名的，但名聲卻不是好名聲。我想你也不願暴露身份。讓你家夫君知道，你是一個滿手鮮血、殘暴戾氣的暴君吧？這麼強勢的人，我還是第一次見。不愧是活了數十萬年的老怪物，昭輝境後期的絕世強者，一眼就看穿了琉璃的底細。你想怎麼樣？這句話應該我來問你吧？人類的帝王，你潛入神城想幹什麼？找老公。有意思，堂堂大晉帝王，竟找了一個凡人做夫君。我喜歡。即便是窮，也沒能看出我隱藏的修為。系統掩蓋，就算是只活在傳說中的擎天鏡莅臨，同樣不可能看出我的修為。只要葉神醫陪我吃一頓飯，回答我幾個問題，你夫人潛入神城的罪責就一筆勾銷，怎麼樣？我可以答應你，不過只能我單獨陪你吃飯，我媳婦兒不能去。葉鹹魚，你什麼意思啊？城主他有病。我怕你去了會被傳染啊。葉醫師，我可以認為你剛才是在罵我嗎？一個凡人，好大的狗膽。走，媳婦兒，陪我一起去蹭飯。對了，你剛才和神城之主在說什麼呢？什麼是災厄侵蝕？這是什麼？能跟我說說嗎？待會兒回家再跟你說。大庭廣眾之下，要照顧一下城主的面子。有病嗎？是那種羞羞的病嗎？我的姑奶奶可不能亂說，人家聽得見的。可惡，我礙於有事，有求於葉妃，現在可不能發作。
叶侍郎，你在大晋当官的时候，是你的出谋划策，帮助女帝平定了叛乱，我说的没错吧？城主说的没错，就是在下进城不过几天，生平履历就被城主大人翻了个遍，果真好手段。我有3个问题想请教叶侍郎。请问叶侍郎如何得知神明灾厄？请问叶侍郎如何得知神明灾厄？又如何精确猜中劫难開始時間？完了，壓根兒沒想過這一點。難不成要我說我熟讀劇情，就連你的身高3圍都一清二楚？哦，有了。是不是時空劍聖告訴你的？和時空劍聖有1毛錢關係？這怎麼能扯到一起？不，你別誤會，城主大人，恕我不能直言不諱。你的情況你自己還不清楚嗎？我夫妻2人毫無修為，可抵擋不住你身上的災厄侵蝕。我去赴宴是為夫人賠罪，不必再搭上另一個人。你覺得呢？神明災厄一直都是一個秘密，這個凡人為什麼會知道？而且知道的還不少，否則怎麼會擔心夫人被神明災厄侵蝕？你果然很有意思，不過這一點你儘管放心吧。神明災厄已經被壓制，短期內不會再逸散。嗨，那你早說嘛，害我白擔心一場。既然這樣，那就將計就計吧。沒錯，就是我徒弟告訴我的，不過他是怎麼知道的，我也不清楚。第2個問題，時空劍聖真是你徒弟嗎？他到底想幹嘛？回答是與不是，好像都不太好啊，感覺不妙啊，又眼皮不停地跳。可事已至此，也必須硬着頭皮胡扯下去。只記得自己以前學過劍，我看他痴痴傻傻挺可憐的，就收留了他。我遇見13的時候，他已經是個大人，但似乎忘記了前塵往事。我叫他劍術，他也尊稱我為師傅。13的天賦極高，短短數十年便悟道成聖。果然，就是。喂，你把話說完啊！果然什麼？果然個屁啊！你倒是說啊！第3個問題，13劍聖，他現在在哪裡？居然是衝着13去的。可是13就是我就是13。所以說大哥，你是衝着我來的。瞧瞧你那迫不及待的樣子，不知道的還以為我欠了你很多錢呢，卻不曾想，因為一個馬甲，被同樣是劇情邊緣人物的瓊惦記上了。13他已經死了。哎呀，他怎麼可以就這樣死了？他是怎麼死的？是被趙玉環點燃黑刑炸死的。原本他能安然離去，但為了保護我，才不幸遇難。我知道了，你們先退下吧，我想冷靜冷靜。有意思，這位葉侍郎不簡單吶！短短2個問題，他就反向推測出我的用意，知道我是衝着時空劍聖去的。所以最後一個問題，他選擇了隱瞞，故意隱藏時空劍聖還活着的消息。城主，您的意思是時空劍聖沒死？當然沒死，你身上殘留的時空劍意就是最好的鐵證。那城主您怎麼能肯定這是時空劍意？也許是弄錯了呢？能夠鑑定時空劍意，諸天萬界恐怕都沒有一個。只要時空劍聖刻意掩蓋，幾乎沒人能夠分辨，所以時空劍聖才會有恃無恐，粗心留下了痕跡。但是很可惜，我有一個例外，那就是我。沒人比我更了解時空劍聖，更了解時空劍意。只要找出時空劍聖，糾纏我數十萬年的神明災厄，就有了解決辦法，就不必再忍受痛苦煎熬。還有最重要一點，完成3萬年前和那個男人的約定。整整3萬年了，你我再次相遇，這一次我不會再放過你。瓊回想起3萬年前記憶深處那位時空劍聖對他說的一句話：3萬年後將會有一位時空劍聖橫空出世。
屆時你的顽疾可以寻他幫你解決。倘若你有幸活到那一天，再說吧，再見了。什麼橫空出世的時空劍圣？你當我是傻子嗎？时空剑道自古唯一，只能容許一人独行其道，不可能再出现第二人，除非你死了才会让出位置。但我不信你会死，所以13剑圣就是你吧，林月。我需要你幫我逼出時空剑圣。別着急，排好隊，一個一個來。對於異族來說，人類就是天敵，這是刻在基因裡的天然屬性，永遠不可能調和。但一群異族跪拜一名人類，這是何等震撼的場面！魏可兒，咱們幹嘛要把自己包裹得嚴嚴實實的？又不是見不得人。原來此前2個落難者竟在同一個地方碰上，而趙構為了拉攏荒樹瓊，便和王騰假扮醫師混進城中。別廢話了，你知道咱們隔壁住着的是誰嗎？大晉女帝和帝君。是誰啊？大晉女帝和帝君葉妃。城主發布的告示上，那個葉醫師指的就是葉妃。哇，怎麼可能？帝君和女帝為何千里迢迢來到神城？難道是來抓我們的嗎？勞茲的逆天氣運自從碰見葉妃，仿佛就不管用了，做什麼事兒都不順心。我不知道你們是怎麼回事，但我知道的是，我們似乎要挨打了。我不知道你們是怎麼回事，但我知道的是，我們似乎要挨打了。丫的，你不是說你會醫術嗎？還是傳說中聖醫遺留的真傳？我也不知道啊，我已經使出渾身解數了，但這瘟疫仿佛是殺不死、除不盡的，越治越嚴重。原本只是頭疼腦熱的症狀，硬生生的治成了皮膚潰爛。原本瀕死的異族當場拼命呼籲。无良医师，是不是人类派来的卧底，想借此機會鏟除我們？跟他們廢話什麼？瞧瞧他們鬼鬼祟祟的裝扮，一看就不是好人。大的，城主明令禁止，不准殺害醫師，可沒說不能打殘。老子要扯斷他們的第3條腿。逃吧，別說討城主歡心了，恐怕殺我們的心都有了。不好！將這2個賊人給我拿下！將這2個賊人給我拿下！別打我帥氣的臉！丁，成功打壓天命主角趙構。天命主角趙構，氣運值1700，剝奪1200，剩餘500，獎勵結算中。小系統，好久不見，還以為你死了呢。切，請宿主不要亂開玩笑，否則後果很嚴重。恭喜宿主獲得獎勵：1. 地品破境丹，可無視任何境界阻礙，直接突破至下一個境界。獎勵2，地品真黃體質，修煉速度增幅300%，戰力增幅300%，有概率夢回遠古，感悟上古神明，真黃傳承。有獎勵我不意外，畢竟趙構的失敗有他的一份功勞。沒想到獎勵會如此豐厚，地品破境丹可以留着未來突破擎天境使用。至於地品真黃體質，
至于地品真皇体质，就留给媳妇用吧，刚好可以引导媳妇儿走上修行之路。娘子，你快服下这枚地品真皇丹。这颗丹药居然可以稳固提升我的境界。真皇传承，传说中统御万族的真皇，擎天境生灵的完整传承。不仅如此，我的修行速度居然快了数倍不止，丹田部位灵气朝陽，這代表着我的戰力續航都得到大大的增幅。這究竟是怎麼回事？該如何引導琉璃一步步領悟真皇傳承呢？是3年前那位白鬍子老爺爺，他送給我的，說是可以強身健體，改善體質，還能幫助麻瓜踏入修行之路。嘿嘿，媳婦兒一定超感動了吧？我想聽真話，一顆通往擎天境的傳承丹藥，足以掀起諸國混戰，更能爆發出一場昭輝境集體出動爭搶的混戰時代。如今卻被你隨隨便便的就給了我，我一時間難以接受啊！用白鬍子老爺爺做借口也不管用了嗎？雖然白鬍子老爺爺的出場次數是有點多了，真的是老爺爺送給我的。據他所說，這是某位大佬傳承的印記。我知道你沒有修為，所以我不想100年之後僅剩我一人，所以我想與你走到時間的盡頭。你也是個凡人，同樣只有100年壽命，而你卻將珍貴無比的傳承印記給了我。可我呢，始終都知道你是凡人，卻一直沒有重視。傳承印記的珍貴性世人皆知，為何你毫不猶豫地給了我？還有，你也只是一介凡人，卻將寶貴的修行資格讓給我，那你又怎麼與我走到時間的盡頭？因為你是我媳婦兒啊，對你好不是應該的嗎？在此時此刻，忽然覺得，或許比起整個天下，比起虛無縹緲的修行路，眼前的人才是最重要的。叶医師，有一批感染瘟疫的患者病症加重了，甚至還死了很多異族。這是怎麼回事？都怪那2個無良醫師。昨天他們給城中居民治病，結果病情不僅沒有好轉，反而加速惡化。那他們人呢？他們都是人類。前2天混進神城，聽說城裡有瘟疫，便主動請纓，說自己能夠治癒瘟疫，結果卻是2個騙子。他們已經被抓，關押進了天牢，擇日問斬。好家伙，治不好就要拉出去砍頭，咱就是說沒有功勞也有苦勞吧。而且神明災厄壓根不是瘟疫，神明之劫治不好不是很正常嗎？畢竟你們城主窮，都對神明災厄束手無策。對了，那2個人類醫師叫什麼名字？一個叫趙構，另一個叫王騰。對了，那2個人類醫師叫什麼名字？一個叫趙構，另一個叫王騰。此言一出，葉飛和東方琉璃雙雙陷入沉默，都被嚇得不輕。你們幹嘛這一副死出？怎麼了嗎？我說趙構和王騰怎麼都不見了呢？原來是偷偷溜進了神城。
至於垢闊和王騰為何混入神城，無非是圖謀太古神城的恐怖底蘊，想借助神城的力量對抗大晉王朝，拉女帝下馬。两個蠢貨，居然把自己給玩死了！我操！天命主角要死了，而且死得如此草率。我若是沒有記錯的話，趙構的气運值只剩下500，氣運值降至1000以下就會失去天道庇佑。系統昨天提示主角氣運值變成500，今天就宣布死刑。如此說來，幹死趙構的人其實是我和一位不知名的熱心群眾。人猿妹子，麻煩你帶我們去見一下那2個人。好吧，跟我來。我從這倆蠢貨身上薅點羊毛，廢物利用，很合理吧？剛剛收到消息，2名無良醫師已經被斬殺，碾碎了神魂。Oh my god！ 这就死了！帝君、女帝，我赵哥做鬼也不会放過你们的！我是大秦王朝兵部侍郎，你们不能杀我，我還沒有結婚呢。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！53刻，以道行刑。听說趙構臨死前還在教唆着帝君。無名的好心人一直都在硬剛主角趙構，並且把主角幹爆的人原來是女。果然，我就說不關我的事。瞧瞧，這就是鐵證如山。趙構死前都沒提一句我葉妃的名字，這條鹹魚保持的還是非常不錯的。丁檢測到天命主角氣運值清零，宿主獲得大帝級別獎勵時空廊道。時空廊道徜徉在時間河流，隨機打開一扇門，就能進入某一段歷史或者未來，停留時間7天。主角死了，卻給我大帝級別的獎勵，太逆天了。可是我啥也沒做，就順走了柳如煙，打了一點小報告。幫女帝幹了一場架而已。幾天後，瓊和連月妹子用苦肉計套路葉妃來，讓13劍聖現身。因為神明災厄不能用普通的手段治癒，只有3種方法。第一，修煉一種名為萬劫輪迴不朽經的功法，輪迴萬世，修成萬劫不朽體質。第二，踏足齊天境。第三，用時空之道緩慢剔除神明災厄根源。但身為奧斯卡影帝的我，一眼就看出了瓊的小把戲。原來如此，瓊的目標是13劍聖，而故意演的一出戲引蛇出洞。小鬼，你太小瞧歐尼桑的智慧了，你的一切路數都在歐尼桑的預判範圍內。恰好我認識一位朋友，醫術不在我之下，他就住在太古神城附近，我這就呼喚他過來。成功了！太古神城附近沒有人族駐留，肯定是葉醫師準備讓徒弟13劍聖出面。城主果然神機妙算，輕鬆拿捏時空劍聖師徒2人。給我來。他是誰？13劍聖的畫像我見過，明明是一個風度翩翩的古典帥哥，這個少年卻充斥着一股斷情絕欲的冷漠感。我的摯愛親朋，手足兄弟，名為方淵。小樣，跟我玩，你們還太嫩了點。搞錯了吧？我要找的是13劍聖，方淵又是誰啊？他能行嗎？要不您再換一個吧。讓人感覺十分的不靠譜。城主府內，葉妃的分身誤打誤撞，成功的讓瓊認定他就是3萬年前的那個男人。300年前的那個男人，方淵就是13劍聖。時光荏苒，匆匆7天而過。這7天時間裡，
葉飛的分身一直待在城中，以时空剑意为刃，昼夜不歇，才勉强压制住神明灾厄。神城内的瘟疫也在叶飞的帮助下得到了很好的控制。为此，原本暂驻太古神城的叶飞被迫提前返回大晋。老爺，你也要跟着葉侍郎一起回大晉嗎？是的，神明災厄經過整整7天的壓制，短時間內不會再爆發。但你需要注意的是，別輕易動手，等待100年一次的神明節徹底度過，災厄就會消失。城主，我們夫妻2人這就告辭了，有緣再會。葉侍郎，那我也要跟着你們一起走。就這樣，在眾人一番爭論當中，瓊也跟着葉飛他們回了大晉。畢竟有這麼一個昭輝境後期強者在身邊，發兵討伐他國，瓊也能充當一個很好的打手。短短10来天不見，葉侍郎又變帥了呢。我的大老爺呀，您可算是回來了。您失蹤的這些天，我是吃不好睡不香，做夢都在想着你啊。快，趕緊把狗糧拿出來，讓我一次炫個夠。哎，神君，你這是在幹嘛？簡直不忍直視，曜日神君這副舔狗模樣，頗為頭疼。至今都不明白葉飛究竟給神君灌了什麼迷魂湯藥。大黃，幾天不見，你又長胖了，少吃點吧。就這樣，時隔半個月，女帝秦琉璃召集文武百官，欲揮師北上，此意志在剿滅血海帝國、大秦王朝、無涯天宗、武林族、藏劍禁地、奧萊國、巫神教，正要發兵揮師北上，以報當日圍剿的血仇，正要讓大晉鐵騎震撼整個天下。諸臣可願隨朕一戰？朝野派別此刻不再勾心鬥角，意見難得統一了起來。他們都同意女帝出兵誅滅他國，討伐7大勢力。不僅僅是為了復仇，不僅僅是為了統一，更是為了結束諸國亂戰，給葉鹹魚一個永遠無硝煙的世界。臣願接下最危險的先鋒任務。很快任命書宣讀完畢，文武百官卻眼神異樣，悄悄打量着葉飛，都疑惑為什麼葉侍郎沒有任務。什麼意思吧？這是看不起我是嗎？大柱國秦烽火，朕命你為3軍副統帥。是，老臣命令。副統帥，我可是武將中的老大，還有誰比我更有資格擔任3軍主帥？又有誰有資格讓我成為陪襯？臣不服。葉侍郎，朕命你擔任3軍主帥，統籌100萬兵馬。葉侍郎的命令便是朕的命令，若敢不從，定斬不饒。天哪！當今聖人是主帥，此戰那還不是信手拈來？什麼鬼？直接給我整成主帥了？可是我只想吃瓜看戲啊！
分。诸位，想必都知道了吧？大晋王朝兵发齐北，已经昭告天下，目標正是我們。我們早就知道会有這一天，所以這段時間始終在提防。自從上一次圍剿女帝失利，我和大秦國主、血海帝國皇帝等諸位道友就提前準備好了一切，喚醒各自勢力的底蘊，等着大晉王朝自投羅網。我們武林族的超級老祖，听聞武林族大難將至，所以出關助無能，後被殊死一戰。這是地品謝傀儡，自古登上帝位便一直在餵養他，如今已有昭輝境中期實力。朕的老祖宗也已經依靠人命秘法突破昭輝境。諸位聽我一言，吸取了上次的教訓，我建議戰士一起立刻誅殺葉妃。且不說這葉妃有何種以常人無法理解的手段幫助女帝死裡逃生，單論這一次女帝委派他擔任三軍主帥，這個人就不簡單。我等修行到這個地步，見多了天命加身的妖孽，他們往往身具大氣運，所以哪怕沒有修為，或是修為低微，都不可輕視，力求最快速度，快準狠，一擊毙命。在座眾人沒有一句反對的意見，紛紛點頭，直接全票通過。姦殺葉妃，再滅大晉軍隊，然後趕赴帝京，二度圍剿女帝。我是怎樣走到這一步的？說好的狗到天荒地老，不摻和主線劇情，結果一晃都當上了三軍統帥。小狒狒，你在想什麼呢？我在想，究竟是誰在一步步主導，讓我莫名其妙地成為大晉第一，錚錚鐵骨，忠誠楷模，道德典範的，現在又要貼上一個三軍統帥的標籤，指揮一場國運之戰，贏了直接蛻變為戰場軍神，輸了也足夠名垂千史。所以媳婦，等這一戰結束，咱們無論如何也要逃離大晉，我帶你回金昭村，咱們不當官了。好端端的，怎麼想要辭官了？不過也好，以後他不上班，我纏着他給狗糧也方便了許多。我不需要這些虛名，甚至不如一碗豬腳飯來的實際。 What？ 我等給你們最後一次機會，即刻退兵，然後把時空劍聖交出來，否則後果自負。讓我交出時空劍聖，這不就是讓我交出自己嗎？想多了吧。時空劍聖殺害6大年輕至尊，其罪當誅，就由他成為這場戰爭的犧牲品，換回你我的和平。我拒絕，你們死了這條心吧，你們沒有跟我談判的資本。想動我老爺，你找死！沒得談了，那就一較高下。前面3位乃是實打實的昭輝境，不止如此，還有10位半步昭輝境，幾百位月曜境，上千名覆海境，有點麻煩了呀。老匹夫，要不解開曜日神君的封印吧，或許還有轉機。不行，曜日是我們最後的底牌，而且曜日這脾氣你也是知道的。不到萬不得已，不能解開曜日的封印。畢竟解開封印容易，想再次封印神君就難了。What？ 啊，昭輝境後期，
你是誰？不孝自尊，我是你大哥。计划有变，先围杀了此人。藏剑禁主飞出去百里远，才勉强刹住车。一时间，战场烽火四起，喊杀声震耳欲。万里江陵尽亡起，不断有修士入战场。道友，你并非大晋臣民，为何要帮助大晋？何必为他们而战？快快退去！我等便既往不咎。你还既往不咎？起来了！有本事您给我废什么话？你们想杀我老爷，我今天就让你分成8塊。老爷？誰是你老爷？我們要殺的是時空劍聖和女帝秦琉璃，還有搅屎棍葉飛，跟你家老爺有什麼關係？我家老爺就是你口中的時空劍聖。你們家關係挺亂。凡人之軀的葉飛收個徒弟是時空劍聖，劍聖的婢女是昭輝境後期的大能，而且實力越強，家庭地位越低，是吧？那就是沒得談了。既然你執意求死，那就滿足你。功虧一簣，被耍了，我們所有人都被他一人耍了。時空劍聖終於現身了，但這霜寒14州的劍意為何帶着一絲不屬於此界的氣息？或者更簡潔有力地說，劍聖歸位，霜寒還羽。然而，真正的風暴或許才剛剛開始。